當有人問徐光啟基督教的核心是什麼，他只用了4個字就把儒家和基督教的關係說得清清楚楚。那4個字究竟是什麼？一群傳教士為什麼不急着講道，反而拼命寫書？在中國傳播思想，為什麼寫書比講道更重要？傳教真的只是信仰問題嗎？還是一個典型的人力加資金加供應鏈的問題？當傳教士不向新教徒收費，他們靠什麼活下去？誰在為這套體系輸血？一艘被海盜劫掠的船，為什麼能差點動搖整個傳教計劃？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給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第5卷第1章，中國成為利瑪竇神父主持下的獨立傳教區。基督教對中國的遠征，現在已經有4個居留點了，他們的位置正好分配在這個國家從北到南的全部長度上，但還沒有從東到西地深入進去。由於在首都定居的影響，傳教團的地位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已經十分穩定。基督教的信仰在全國各地滋長起來，基督教的熱情之火一旦點燃，就每天都會傳播開去。新信徒毫無障礙地公開接受信仰，他們當着別人的面公開參加傳教點的修建，參加教會班和彌撒，以及進行其他宗教禮拜。有些異教徒，甚至是士大夫階級和位置很高的官員，也都到教堂來參觀，向十字架致敬。由於了解在中國法律和習俗方面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所以施塔元神父和耶穌會的其他人都確信，在短短幾年內就贏得這麼大的成就，乃是上帝保佑的結果。因此他們感謝上帝，這不僅因為神恩的光已經突破了幾個世紀的黑暗，而且因為有很多人競相參與這個特殊葡萄園的勞動。很少數的幾個教堂的聲譽很快就傳播到中國的15個省份，而且越傳名聲越大，甚至超出了事實。就像很容易發生的那樣，不久它就傳到了這個國家的境外，把人們非常希望着的事情傳說成仿佛已經實現了似的。在歐洲傳說中國皇帝已經成為基督徒，他已批准他的任何一個臣民接受信仰，並且批准在帝國各地傳播福音。結果別的宗教團體的成員都搭乘西班牙船只取到菲律賓群島，基於要協助在中國正在進行的工作。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个大帝國並不像謠傳的那樣是門戶已經打開了。施塔元神父對教會達到的規模十分感動，就從日本返回澳門。在澳門，他可以從一個更近的基地調整在中國的行動，並且更容易供應教會的所需。在中國獲得成功的希望，甚至似乎超過了在日本的希望。事實上，這好像是自從使徒們出埃及，使全世界福音化以來，為了傳播基督教所進行的最重要的一次遠征。施塔元神父到達後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請利瑪竇神父來磋商。他也急於會見利瑪竇神父。如果這位忙碌的傳教士可以從北京脫身的話，利瑪竇神父和郭居敬神父聽說施塔元神父到達，就趕赴澳門。他們所告訴他的情況超過了他所預料要聽的，他立即就決定盡一切可能的辦法推進教會的事業。總之，他批准了他們的全部要求，即使這樣，還覺得他們的要求是太少了。由於十分缺乏既能從事學習這種困難的語言，而同時又能在充滿了障礙的教會裡工作的人，他首先批准了對利瑪竇神父的任命，然後又指定正住在澳門而他認為條件適宜的8個人作為中國傳教團的成員。此外，他還答應等傳道時再給予更多的幫助。他們有幾位兄弟正乘那條船從印度到這裡來。然而，人力問題並不是他唯一的問題，他還必須維持他們的生活。葡萄牙國王原先命令付給教團的津貼，常常由於國家的需要而挪作他用，而且按照使徒們的早期範例，經濟負擔是從不加之於新入教者的身上的。此外，就教會經費而言，
如果要求新入教的人捐獻的話，預料要比向異教徒請求更容易得多。這些異教徒慣於傳播對教會的流言，說教會的人在歐洲老家時都很窮，他們來到富饒的中國就是為了騙中國人的錢。計算過各個教堂所需的費用之後，就決定，由於市場物價低廉，每年30個金锭就足夠每個教團的衣食所需了。視察員神父還決定，當時住在澳門的日本傳教團財政負責人或教團司庫也經管中國傳教团的財務，同時還批准了幾個在澳門讀書的中國學生加入耶穌會。傳教中心的教堂要加以改善，住所要布置得更好些，按習慣贈送朋友和官員的禮品也獲得了批准。里馬諾神父和其他幾位神父以向教团捐贈布施的方式，從葡萄牙商人那裡得到許多捐款。這些商人對於在中國的事業一向是肯慷慨解囊的。還有一些要討論的問題，似乎是很難解決的，必須慎重處理。最後，為了保證中國教會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公認對中國事務最有經驗的利瑪竇神父就被置於負責的位置，作為不受澳門神學院院長管轄的一個傳教團。做好這些安排之後，被任命的這些人就都準備出發到自己的崗位上去。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嚴重干擾了他們的計劃。雖說還沒有完全推翻他們的計劃，一艘已經裝好貨物並準備駛往日本的班輪，被近年來出沒在海上的荷蘭海盜俘獲並洗劫一空。這次驚人的損失使澳門全城深受震動。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澳門的希望和富足全裝在這些船只上，全城幾乎沒有人不受此次不幸的觸動。而對於供應日本傳教團的全部物資，都已經裝上了船。東面的耶穌會士所受的損失更屬罕見。視察员神父因為已經多少習慣於這類挫折，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但這件事卻使他已經決定給中國送去的人員和物資並未兌現。里馬諾神父和另外3個人就在這時候參加進來，而范里安神父在供應匱乏品方面負責照料澳門的教會。在新的傳教當中，杜魯茂神父被派和龙華民神父一起留在邵州，後來葡萄牙人洛如路神父也參加他們一起。黎寧石神父到南京去與羅如望神父作伴，後來又有從皮德蒙特來的王風素神父和葡萄牙人林菲里神父2人參加他們一起。前院長里馬諾神父被建議住在南昌，因為這個地方正處於他所領導的3個教堂的中心。和這些人一起來的還有費奇觀神父，他被派參加北京那2個人一起。郭居敬神父因健康緣故逗留在澳門，他致力於在精神上照料那些與葡萄牙人做生意的中國人。為了便於這項工作，他的穿着和在中國內地的神父們一樣。在這個總的入境口岸，常有海關收稅人員的一些麻煩，但是僅限於他們攜帶入境的行李方面。宦官們則特別要強行勒索，全靠一位耶穌會的世俗兄弟的努力。不久，神父們就安頓下來，發現自己就像在歐洲很多地方一樣的舒適。費奇觀神父在去北京的途中所遇到的困難，比別人的困難要多，尤其是來自負責他所搭乘的那條船的宦官。這個家伙在航行的半途，想要把神父的行李拋在河岸上，只是給了他幾塊金锭才使他平息下來。他正是為了金錢才策劃這次事端的。他們就要結束航程時，船就在京城的港裡失了事，神父的行李全被拋入河中，大多損壞了，損失估計超過200金锭。這意味着以後不得不緊縮生活費用。在丟失的宗教用品中，有個特別精緻的框子，是帶槽涂金的木器，用作神龕的。這次不幸的沉船乃是由於河水反常的上漲造成的，因為那年天氣降雨異常，使皇城受到極大的損壞，河水漫上了槽，冲走許多房屋。皇上非常慷慨地下令，由他的庫房中撥出10萬金锭
來重修房屋和救濟窮人。費其官神父在船失事後上岸，留下周明仁修士和仆人以及從河裡撈起來的行李在船上。如果不是因為比河水更凶的水手们把偷来的很多東西都拋諸船外，他们還會弄回更多的東西的。全靠上帝的保佑，他們才得以挽回一套8卷本精裝的普蘭丁版的聖經。它是紅衣主教塞維里尼給中國傳教團的禮物。裝這些書籍的箱子和其他一些行李都已經在河中漂浮了好長時間，然後掠夺成性的水手才把他們打撈起來。他們打開箱子，發現裡面只有他們看不懂的書籍，就要了一點錢，把書籍還給神父了。而神父是極樂意付這筆錢的。幸好水並未侵入箱內，書籍的情況良好。後來在聖母升天節那天，神父們和教徒們以隆重的排場來接受這些書籍，還舉行了莊嚴的大彌撒以示慶祝。書籍由神職助理人員捧着，前面有一個人擎着香爐直送進教堂，然後把書放在教堂的一張桌子上。人們虔誠地跪着親吻他，感謝上帝使他在遠涉重洋，經歷千辛萬苦，以及終於從沉船的最後1分鐘挽救出來而得以保存。很多人到教堂來參觀這些書籍，對印刷和裝訂大感驚異。他們會說，毫無疑問，人們用這樣的工藝如此精緻地刊印這些書，其中所包含的教義一定是很了不起的。神父接受了教徒們的建議，決定設法弄回來他們已經失竊的東西。他們的朋友馮應京此時仍然在押，卻挑起了搜查罪犯的重任。通過他的影響，船主和一些水手最後受到拘留。審判此案的官員是教团的朋友，他準備處罰這些盜賊，但是神父們卻憐憫他們，撤回了全部控告。馮應京還因此為他們的仁慈而讚頌基督教律法的仁愛。這次訴訟行動的結果是收回了一箱聖物和一些別的次要東西，證明了這樣做並沒有白費力氣。第2章，利瑪竇神父的中文著作。我們在本書的第1卷中已經提到，文學研究在中國是那樣的受到鼓勵，乃至很少有人對它不感到某種程度的興趣的。中國人還有一件與眾不同的事情，那就是他們所有的宗教教派的發展以及宗教學說的傳播都不靠口頭，而是靠文學書籍。他們很不喜歡人們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學來傳播。但是這並沒有阻礙傳教團的工作，因為讀書人或許更容易相信他們閒暇時所讀的東西，而不相信一位還不精通他們語言的傳教士在布道壇上所說的東西。這並不是說神父們在星期日和節日不向教徒們布道，這主要導師指導教徒而言，他們為書籍所吸引，把他們在書中所發現的思想在私人交談中傳播開來。由於這種普遍的習慣，有時候就會有某個人在家裡讀了一本聖書，碰到一些有關基督教的段落，他記住了，以後又講給他的親友們聽。這點使神父們很感興趣，成為使他們學習寫中文的一種鼓勵。用中文寫作總是個冗長而乏味的工作，但是托上帝的福，他們為了克服這些困難和痛苦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還是很划得來的。除了能用中文寫作，其本身就是一項不平常的成就而外，任何以中文寫成的書籍都肯定可以進入全國的15個省份而有所獲益。而且日本人、朝鮮人、交織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能像中國人一樣的閱讀中文，也能看懂這些書。雖然這些種族的口頭語言有如我們可能想象的那樣是大不相同的，但他們都能看懂中文，因為中文寫的每一個字都代表一樣東西。如果到處都如此的話，我們就能夠把我們的思想以文字的形式傳達給別的國家的人們，儘管我們不能和他們講話。利瑪竇神父是第一個開始研究中國文學的人，他對他所學的東西十分精通，博得了中國知識階級的欽佩，因為他們在所讀到的東西裡，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還能從他們那裡學到點東西的外國人。我們這裡有意要談到這個問題，從而使後代可以知道懂得中文
會得到多大好處，並使讀到本書的歐洲人可以明白，神父們對中國民族的天分感興趣是很有道理的。利瑪窦神父開始時是講授地理學和天文學的基本原理，雖然他最初教的並不超過任何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所不知道的東西，但是對於那些固執地維護從自己的祖先傳下來的錯誤的人，他教的東西簡直是駭人聽聞的，是超出了他們想象之外的東西。又有甚者，確實是他們有很多人承認，在此以前，他們對於更美好事物的無知，使得他們頑固而驕傲。他們過去在知識問題上的極端盲目，曾經很不理智地蒙蔽了他們的眼睛，現在眼睛的確被打開了，看到了生活中更嚴肅的事物。除開前面提到過的關於四元素的論述以及交友論之外，利瑪窦神父還就各種道德問題和控制靈魂的罪惡傾向的問題寫過25篇短文，這些都是中國人稱為議論和格言的那類小冊子。他的一些中國朋友在發表以前就閱讀過他們，並衷心地表示讚許。事實上，他們認為一個來自一直被視為蠻夷民族的外國人能夠這樣熟練地論述如此微妙的問題，實在是難以置信。他們都要求複印他的文章。彭應京得到幾份這種論文，把它們印成一本書，又寫了一篇序言加以頌揚。在序中，他把這本書和另一本類似的書做了比較。那本書是偶像崇拜者的教派所刊的，叫做《42章經》。他對這部著作評價極高，建議受過教育的階級都來一讀，然後從有迷信色彩的偽善和來源於基督教的德行二者之間做出判斷，再決定哪一個更對人有好處，以及对一般的公眾更有用。神父們的朋友徐寶路、徐光启也寫了一篇序言和一篇後记，這2個人名字的声望大大提高了這本書的權威。這樣傑出人物的讚揚還有助於提高基督教的聲譽，尤以他們的朋友徐寶路、徐光啟的讚許為然。他在其中乘機讚揚基督教的原則說，他不僅贊同他們，而且已經接受他們成為了教徒。就在這時候，神父們遇到了困難，而且這次比往常的略為嚴重。他們的第一本基督教教義概要是在他們還沒有經驗時依靠翻譯人員的幫助而寫成的，在他們更好地鍛鍊了心智和眼光之後，看起來這本書就過於簡略而不相宜了。因此利瑪窦神父就對它進行了修訂、補充和重新編輯，以前的版本就停止發行了。這個新版本更加充分地闡述了基督教的教義，但在出版前把它安排的主要是供異教徒使用的。據認為，新信徒可以從他們作為教徒所參加的教義問答課程中，以及歸信後所經常聽到的勸誡中接受足夠的宗教教育。因此，這本新著作所包含的全是從理性的自然光明而引出的論點，倒不是根據聖書的權威。這樣就鋪平並掃清了道路，使人們可以接受那些有賴於信仰和啟示的知識的神秘了。這本書裡還包含了摘自古代中國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語，這些段落並非僅僅作為裝飾，而是用於促使讀別的中文書籍的好奇讀者接受這部作品。這本書還批駁了所有中國的宗教教派，只有像聖哲之孔子所發揮的那種根據自然法則而奠定並為士大夫一派所接受的教派除外。這種教派的哲學由古人發展而來，很少包含有應被正當地加以指責的東西，因而一個慎思明辨的人，當他对所寫的主題感到掌握得不夠充分時，也不會犯很多錯誤。神父們習慣於利用這一教派的權威，他們只評論孔子時代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而孔子則生活在基督降臨以前大約500年。當在大庭廣眾中問起保祿徐光啟博士，他認為基督教律法的基礎是什麼時，他所做的回答可以在這裡很及時地引述如下。他只用了4個音節，或者說4個字，就概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屈佛不辱，意思就是他破除偶像，並完善了士大夫的律法。我們這裡所談的利瑪竇神父的短文內容可以歸納如下：首先，他證明只有一個上帝，他創造了和治理着萬物；然後證明人的靈魂不朽，以及解釋了獎善罰惡，特別是在來世。
對於在中國人中間所流行的靈魂輪迴的畢達哥拉斯學說，則徹底予以駁斥。在文章的結尾還插入一節有關上帝與人的實際論述，最後邀請所有的中國人來找神父們進一步闡明這些道理，因為在文章裡談得很簡略，解說的不是很充分的。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基督教的思想傳播到整個帝國，這本書確實是很必要的。而且因為它只能輕輕地觸及人們經常要問神父們的許多問題，所以作者插入了許多愉快輕鬆的筆法，用以激起讀者的好奇心，結果使人讀起來趣味盎然。由於同樣的原因，這本書對於回答那些對基督教好像是仅風聞過的人，也證明是極為令人滿意的。這些人多次要求有一本書可以使他們在閒暇時讀到他們耳聞的東西。這本書還可以用作與大臣們短暫會晤的補充，因為這些大臣都是讀書的時間比談話的時間多，而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的教育主要得自大量閱讀的緣故。這本書從偶像崇拜者這方面來說，簡直是芒刺在背，因為它剝奪了他們辯護自己的虛妄學說的武器，但是並沒有知識分子方面反對它的危險，因為他們要是反對，就是在批驳他們自己的信仰了。看來似乎是一種天意的指導，是信仰應該是由這些人来保衛。他們從一開始就認識到，知識分子的学說裡並沒有與基督教律法相反的東西，否則的話，如果他們被迫同时与所有的教派搏鬥的话，他们可能由于合在一起的威力以及单憑人多勢眾的壓力，從而早就默不作聲了。部分由於某些異教徒的幫助，利瑪竇神父的這本書印了4版，並在不同的省份出版。身為知識分子一員的馮應京自己出資印了許多份，並把它交給神父們分發給他們的朋友。他寫信給神父們，告訴他們說，他為印書花的款項是還了一筆債。他解釋說，有一次他利用他職務的影響替別人辦事收過一筆禮金，他知道彌補他錯誤的最好辦法就是使闡述基督教信仰的小冊子廣為流傳。他做這件事的時候還是一個異教徒，此人如果作為基督徒還能多活幾年，真不知道能為基督教做多少事。利瑪竇神父的另一本書他稱之為悖論，和前面的那本書一樣，也有很多的批評者，因為它所包含的道德訓誡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書的大部分是連續不斷的評論，是一種以對死亡的反覆沉思作為維持人生的正當秩序的方法。這本書談到很多不同的題目，例如把生命看作是一個不斷在死去的過程，講善懲惡並不常常是在今生完全實現的，而必須等到來世。沉默寡言是難能的，但又是有用的。每個人都應該檢查自己的行為並約束自己，不可行為不端。這些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述說都有證明和引語以及無數的格言来肯定，還有貼切地引自哲學家、教父和聖書上的引文作為例證，寫來使人樂意閱讀。在不同的論辯中進去的各種悖論，也使這本書增加不少權威，因為他們談到利瑪竇神父和一些最顯赫的大臣所曾詳盡討論過的各種問題。如果把知名人士為這本書所寫的題詞彙編成集，那麼讀這個題詞集比讀這本書本身還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這本書裡有幾篇由友好的批評家撰寫的序言，不僅讚頌這本書的出版，而且以高度讚揚的詞句談到歐洲人的才能、歐洲的數不勝數的書籍以及基督教的信仰。為了使它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神父們到處散發這本書，並且在規定的時間用它作為禮品，以履行他們的義務。他們有些友人把刻印匠派到教會駐地來複製此書，以便他們分贈友人。第一次印行1年之內就發行一空，第2年又印了2版，一次是在南京皇都，另一次是在江西省会南昌。北京朝廷裡官爵最高的大臣之一是一位道理，讀了我們所談到的这本書，印象非常深刻，他就主動上門拜訪京城裡的神父們。此人使神父們感到驚奇的是，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人似乎比他更為友好，同時也更為疏遠，好像
是有人曾說諾維烏斯的那樣。他在利玛窦神父身旁落座之後，拿出一册这本書說道：“你就是本書的作者吗？”利玛窦神父承認，他曾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間。於是客人接着說：“這樣一部書的作者必定是位聖人。我從來不習慣，也從不希望對聖人抱有敵意，因此我必須請你原諒我過去的冷淡。我希望用我今後的友誼來加以彌補。”然後他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結束時說道：“有不少人經常斷言，他們並不怕像你們這樣的外國人，因為信奉你們這種教義的人是不可能有損於公共福利的。”以上是原書的正文部分，後續是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做出的幾點總結。第一，獨立傳教区的確認，從分店到總部，視察員范里安神父做出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決定，將中國傳教團從澳門神學院的管轄中獨立出來，由利瑪窦直接負責。傳教點從北到南已經連成一線，這種縱向分布不僅是為了傳教，更是為了形成一個情報與物資的生命線。范里安規定，每個教團每年僅需30斤锭，也就是當時極低的生活標準。這種青年的形象有力地反擊了當時社會對洋人來華騙錢的流言。第二，普兰丁聖經與沉船事件神蹟的敘事化。費奇關神父帶來的8卷本精裝普蘭丁聖經在沉船中奇蹟般保存，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神蹟，更是一次视覺政治的勝利。大明知識分子對書籍的印刷和装订工藝有着極高的審美要求，當他們看到歐洲如此精致的刊印技術時，產生了一種樸素的邏輯推論，那就是能用這種工藝承載的教義必然是深奧且充滿真理的。這種以技傳教的策略，利瑪竇運用的爐火純青。第三，哺乳譯佛，利瑪窦的文字煉金術。利瑪竇意識到口頭布道受限於語言障礙和教會禁令，而大明是書籍統治的帝國。他通過引用孔子之前的古籍，證明天主就是古已有之的上帝。徐光启總結的驅佛哺乳是神来之筆，他精準地切中了當時士大夫階層对晚明佛教亂象的厭惡，將基督教偽裝成一種更純粹、更古老、更有德行的儒學補充包。利瑪窦在書中暫不談三位一體等超自然神蹟，而是大談靈魂不朽、講善法惡和幾何天文。他用西方科學和邏輯學先拆除對方的思維栅欄，再引入信仰。第四，悖論與士大夫的心理按摩。這一章提到的25篇短文，也就是著名的悖論等著作，書中討論的死亡過程、沉默寡言、約束自身等道德命題，完美契合了晚明文人那種憂鬱、內省且追求清談的特質。一位道理官員的轉變，為整章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當一位大明高官評價利瑪竇為聖人時，意味着利瑪竇已經成功地在大明的文化坐標系中，從一個遠方蠻夷躍升到了共享真理的同道者。總而言之，這兩章的核心不再只是有人信教，而是升級為組織化擴張加輿論傳播加思想改造。這一章標誌着利瑪竇在華的傳教事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制度化的階段。如果說前4卷是孤膽英雄在官僚體系縫隙中的求生，那麼第5卷的開篇就展現出了一個成熟的傳教組織如何在大明帝國確立其文化話語權。利瑪竇在這一階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於他敢於裁剪基督教。為了換取大明士大夫的入場券，他暫時隱藏了天主教中那些可能引起文化衝突的部分，比如对祭祖的全面禁止。您如何看待利瑪窦這種先談科學後談信仰的套路？這究竟是傳播真理的智慧，還是如後來一些批評者所言，是一種神聖的欺騙？此外，當馮應京這位尚未入教的朋友願意變賣不義之財為神父印書時，您覺得他被感動的究竟是天主的教義，還是利瑪竇那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歡迎來評論區一起討論。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5卷第1章，中國成為利瑪竇神父主持下的獨立傳教區。第2章，利瑪竇神父的中文著作。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
與你再相逢。